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震撼心灵、宛如璀璨明珠般的书籍《群山回唱》。这本书的作者是卡雷德·胡塞尼，他是一位极具才华和人文情怀的作家。他的文字就像一把把钥匙，能打开我们内心深处那扇通往情感与思考世界的大门。胡塞尼出生于阿富汗的喀布尔，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他随父亲逃往美国。这种独特的经历赋予了他作品一种跨越文化与地域的深刻内涵。他的第一部小说《追风筝的人》就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轰动，而《群山回唱》作为他的又一力作，更是展现出了他对人性、家庭、命运等主题的深入探索。《群山回唱》这本书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它就像一座蕴藏着无尽智慧的宝库，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生活中那些被忽视的情感和人际关系。它能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与家人、朋友之间的关系，思考那些在命运洪流中我们无法掌控却又努力挣扎的部分。对于读者而言，这本书可能会带来一种灵魂上的震撼，它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让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禁潸然泪下，同时又给予你一种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它可能会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让你对人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对生活中的苦难与美好有更敏锐的感知。在开始深入了解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命运的无情捉弄下，我们与亲人、爱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有多坚韧？又或者，我们是否能在分离与苦难中找到那根维系情感的坚韧纽带呢？让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故事。斯皮尔伯格在拍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时，深入研究了纳粹大屠杀时期的历史。他被那些在极端苦难环境下人性的光辉与黑暗所深深触动。而《群山回唱》这本书所展现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着类似的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在阿富汗那片饱经战乱的土地上，人们的命运如同风中残烛，但在这摇曳之中，亲情、友情、爱情却以一种无比坚韧的姿态展现出来。就像斯皮尔伯格从历史中汲取灵感创作出震撼人心的作品一样，《群山回唱》也能让我们从那些看似遥远的阿富汗人的故事中，找到与我们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情感共鸣。要点一：命运的交织与无常。《群山回唱》这本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之一，就是它对命运交织与无常的精彩描绘。书中的人物就像被命运之线牵扯的木偶，在不同的时空里，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碰撞。故事从一对兄妹的分离开始，帕瓦纳为了拯救自己的家人，不得不做出一个残酷的决定，把妹妹马苏玛留在沙漠中。这个决定就像一颗石子投入命运的湖面，泛起的涟漪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类的命运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环境、社会、家庭等。在极端环境下，人们做出的选择往往是出于一种生存的本能。就像帕瓦纳当时面临的困境，他必须在亲情和家人的生存之间做出抉择。这种抉择并非是简单的对与错，而是复杂情感和现实压力交织的结果。从逻辑上讲，书中人物命运的交织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社会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阿富汗的社会动荡、战争、贫困等因素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将他们卷入其中。他们的每一个选择，每一次相遇和分离，都像是在这个漩涡中挣扎的结果。当我们阅读这部分内容时，我们可以尝试运用一种命运视角来理解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思考，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哪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实是受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影响。比如，我们的工作选择、家庭关系变化等，可能都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这种理解方式的好处在于，它能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时，更加理性地看待自己的处境。我们会明白，有些事情并非是我们个人的过错，而是命运无常的表现。这有助于我们减轻内心的自责和焦虑，同时也能让我们更加珍惜那些在命运洪流中与我们相遇的人。书中有一段描写帕瓦纳在做出决定后的心理活动，他感到自己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每一次跳动都伴随着痛苦。他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这段文字生动地展现了命运抉择的残酷性，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人物内心的挣扎。21.2 亲情的坚韧与复杂。亲情在《群山回唱》中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它既有着令人动容的坚韧，又有着复杂而微妙的情感纠葛。从帕尔瓦纳和马苏玛的姐妹情，到后来帕尔瓦纳与收养的孩子之间的关系，亲情以一种多样的形式展现出来。亲情是一种基于血缘和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特殊情感纽带。从心理学上讲，亲情的力量源于人类的进化本能。在原始社会，亲情是生存的重要保障，它促使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扶持。在《群山回唱》中，尽管帕尔瓦纳和马苏玛之间有着复杂的情感纠葛，但亲情的力量依然在关键时刻显现出来。从逻辑上讲，亲情的复杂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性。在家庭中，
不同成员之间的互动、期望和冲突都会影响亲情的表达。例如，帕尔瓦纳对收养的孩子有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想给予他爱，另一方面又因为自己过去的经历而有所保留。我们可以从书中学习到如何更好地处理家庭关系。首先，要认识到亲情并非是完美的，它会有矛盾和冲突。当我们面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时，要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和情感需求。其次，要珍惜亲情的坚韧。在困难时刻，亲情往往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就像书中人物在面对战争和贫困时，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扶持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动力。这种对亲情的重视和珍惜，能让我们在生活中更加注重与家人之间的沟通和情感交流。书中描写帕尔瓦纳照顾收养的孩子时的场景，他看着他熟睡的脸庞，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感，那是一种爱，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对过去的回忆。这段文字深刻地展现了亲情在复杂情感中的体现，让读者感受到亲情的温暖与沉重。3.3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群山回上还深入探讨了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故事发生在阿富汗这个有着独特文化传统的国家，随着人物的经历，我们看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在阿富汗的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以及阿富汗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和融合。从心理学上讲，文化冲突源于人们对自身文化认同的坚守和对于文化的陌生感。当一种新的文化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时，会引发一种认知上的失调。例如，阿富汗人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时，会对自己的传统价值观产生怀疑。从逻辑上讲，文化的融合是因为人类有着共同的基本需求和价值观。尽管文化表现形式不同，但在一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观念上有着相通之处。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阿富汗文化中的一些传统美德，如家庭团结、互助等，与西方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互融合的。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来学习如何应对文化冲突。首先，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尊重不同的文化。当我们接触到新的文化时，不要急于否定，而是要尝试去理解其背后的历史和价值观。其次，要善于发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点。通过寻找共同点，我们可以更好地促进文化的融合。例如，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可以从彼此的文化中找到关于家庭、友谊等共同主题的相似表达方式。这种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更好地生活和工作。书中描写阿富汗传统婚礼的场景与西方文化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在那古老的仪式中，也隐有着现代的影子，仿佛两种文化在那一刻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这段文字生动地展现了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微妙之处，让读者感受到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4.4战争与和平的思考。战争是群山回上中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书中对战争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战争对人类生活的毁灭性影响。从阿富汗的战乱到难民流离失所，战争就像一个恶魔，吞噬着人们的幸福和希望。从心理学上讲，战争带来的创伤是深远而持久的，它会引发人们的恐惧、焦虑、绝望等负面情绪。战争破坏了人们的安全感，使人们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下。从逻辑上讲，战争的发生往往是由于政治、经济、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复杂交织。在群山回上中，阿富汗的战争局势是多种势力博弈的结果，而普通民众则成为了无辜的受害者。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这可以促使我们珍惜和平，积极参与维护和平的行动。我们可以关注国际事务，支持那些为和平而努力的组织或个人。同时，这本书也能让我们对战争受害者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当我们看到书中人物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时，我们会更加关注难民问题，为改善他们的处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种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能让我们在生活中更加关注人道主义问题。书中描写战争后的场景，曾经繁华的街道如今满目疮痍，硝烟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仿佛在诉说着那些被摧毁的梦想。这段文字深刻地展现了战争的破坏力，让读者感受到战争带来的痛苦。群山回上是一部关于命运、亲情、文化和战争交织的伟大作品，它以阿富汗为背景，展现了人类在苦难中挣扎与奋斗的历程。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和对生活的深刻思考。它让我们看到了在命运的捉弄下，亲情的力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及战争带来的伤痛。我强烈的呼吁大家阅读《群山回唱》，让它成为你书架上不可或缺的一本书，让它带你走进一个充满情感和思考的世界。当你阅读这本书时，不要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故事，而是要把它当做一次心灵的旅程。在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困难和挑战，就像书中的人物一样。但请记住，我们拥有着亲情的力量，拥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带着从群山回上中汲取的力量，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相信我，当你合上这本书时，你会对生活有新的感悟，你会更加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行动起来吧，去阅读，去感受，去思考。